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库法丽莎，我是 Lisa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又是开心的影片，因为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澳洲的孕期购物分享，还有一些产品使用的小心得。那今天主要的产品都是以用在身上的为主。那会有妊娠油啊，还有维他命，还有我之前困扰很久的孕妇湿疹，怎么样治愈它的一些产品的小分享。那这些都是纯粹我个人的心得，中间我也都有问我的医生，就是能不能使用这些东西。但因为澳洲这边的医生呢是非常的佛系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摸索出来。那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呢，也是去比较一些台湾妈妈群啊，或是中文的妈妈的分享，再去寻找我在这里适合的产品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会分享的主要是以澳洲会买得到的产品为主。第一个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开心的物品。大家都说孕妇在怀孕期间要保持好心情，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快乐都无法像以前一样，比如说很多东西又不能吃啊，然后身材又慢慢的走样，你就会觉得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要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。尤其像我现在孕晚期了，我现在已经怀孕35周左右，其实很多的衣服根本就不可能穿，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穿这种简单的宽松的单品。现在澳洲又是冬天嘛，所以我就是深色啊、棕色，或是像这样子的宽松的衣服。那出门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现在肩膀也宽了，腰也宽了，所以我都会带一个这样的项链来做一个装饰。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呢，是一个水滴状的金色的坠饰，很漂亮欸。它是纽约的品牌，叫 Ana Luisa。我今天呢还特别留了一个要开箱给大家看。我觉得它的设计都很简单，但是是有质感的，而且它单价不高，就是大概在2000到3000块左右。然后就是这种镀金的装饰，也有银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秋冬的衣服，尤其像我肤色是偏健康色，带金色就会很衬肤色，很衬你的气色。而且它这个设计简单啊，你可以用很久，我觉得都不会退流行。然后我还留了一个开箱给大家看，很可爱哦。里面还有一个是爱心的，链条的部分呢是有点锁链的链条。而且你看它超闪的，我每次带出去，杜先生说：“这好看呢。”带给大家看哦。在怀孕期间呢，因为我只能穿这种比较宽松单色的衣服，所以我会选坠饰稍微大一点点的，给你们看，好看吗？很闪吧？它这个链条就稍微比较有存在感，坠饰又够重，它就会一直维持在这个位置上面，不会跑掉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设计，又很简单，然后又可以打破你这个，你知道我们有点虎背熊腰的这个线条，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孕妇开心必备的小物。不管你是不是孕妇，我觉得女生有时候要让自己开心，或是要送礼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接下来进入的是妊娠霜跟妊娠油的部分。那我用了3款油跟2款霜。第一个的话呢是这个 Ever Adding 的妊娠油，那它是这样子有点黄色的油状，它是滴管的。我觉得它的质地呢蛮轻盈的，就这样滴下来，它会马上会很有流动性。涂开之后呢，不会黏黏的，而且它很快就吸收了。它的油是属于比较轻盈的感觉，而且味道是淡淡的玫瑰味。这一款我是从孕早期就开始用了。那即使我孕早期是对味道很敏感的，就是太香会想吐嘛，但它是很淡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它是美国的品牌，在澳洲的话应该是 Mecca 可以买得到。里面的成分主要是葵花籽油、酪梨油，还有椰子油等等的。在网络上我看也是蛮多人推的，那我自己用起来的感受还不错。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吸收非常的快。Ever Adding 的油因为很轻盈，所以我是有搭配另外一款，就是这个阿元的护身油。那我会搭配它呢，是因为它有一些成分，比如说橄榄油啊、甜杏仁油，还有向日葵籽油，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3个成分。那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，所以如果是有想要完全无味的人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啊，还是用这样子滴的，
方式，对，所以可能要滴比较久。那通常我就是会滴个10滴，然后再加上半管的油混在一起用。阿元的这一款呢，它完全没有颜色啦，会再更厚一点点，两个加起来用也是很舒服的。可是缺点就是放久它会一点点的那个很像油耗味，所以加上那个玫瑰油的味道混在一起用，我觉得就刚刚好。所以遇到比较轻盈的油的时候，我就会加这款。那它本来不是特别为妊娠纹设计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分很简单，再加上它很滋润，所以我就把它跟另外一罐妊娠油混在一起用。第3瓶油是最近我才购入的，因为我很喜欢试新的东西，所以前2瓶已经用的剩下1/4了，所以我又买了新的。那这个是 Valeda， 它应该是德国的品牌，那这个也是专门为妊娠油设计的。这个油它是用按压的，但是缺点就是如果你这样斜斜的按啊，有时候按不出来，所以要这样直直的。但是呢，角度不够的话呢，又很容易滴到其他地方，所以有点烦。但是你看它流动也是超级快的哦。它的味道呢是有点柑橘味的，我也很喜欢。但是它会再比那个 Evereden 再厚重一点点，我觉得吸收会再慢一点点。所以这款呢是我洗完澡会整个涂嘛，就是胸部啊、肚子，然后到背这边我全部都会涂。但涂完之后就不会马上穿衣服，我会稍微等一下让它吸收一点再穿衣服，因为它的吸收没有这么的快，但是滋润感也是很够，然后很好推，味道也好闻，所以这一款呢，我觉得也还不错，用了蛮满意的。接下来就进入到妊娠霜，妊娠霜呢，我用了2个。我先讲这个 Evereden 的好了，它是我跟油一起买的。我查了一下，这款是 Stretch Mark Cream， 它是针对孕晚期加强使用的。你可以看到它挤出来之后是没有流动性的，所以它会再厚重一点。那卖的人是跟我说，先涂霜，涂完之后再涂油。但这个霜呢，你看我已经来回很多次了，它还是有点白白的，还没吸收。那我就没有很常用它。它的味道很难形容，它会有点像有时候我们买一些化妆品是强调小黄瓜味，就是那个味道。那这个味道我就觉得一般般，而且我目前用油这样涂都没有长妊娠纹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说去加强，就只有想到的时候才会偶尔用一下，因为它也蛮小瓶的，这一瓶只有50ml 嘛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快就用完了。最后一款的话呢是这个超大瓶的，这个是在澳洲很多超市还有药局应该都买得到。也是算蛮大的品牌，是 Palmer's 的 Stretch Mark Massage Lotion。它挤出来呢，也是乳液状，有没有？你看根本掉不下来，也是算厚重型的。但是这一款哦，它保湿力是蛮够，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它的味道是，你知道小时候去吃那个海鲜餐厅啊，或是板豆，不是会有那个包在塑胶袋里面那种湿纸巾的那个味道？就是这什么味道？茉莉花吗？还是就某种化学的香味？所以我不是很喜欢。而且你看，我如果久久没用啊，就会这样子，会有一块这样结块的弄不开。所以这一款我非常少用。那因为买了这个乳液的味道我真的很不喜欢，所以我也没有去尝试他们的油。但它是这几个产品里面最便宜的，所以看人吧。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油就是这2款，我最常用的，就用的心情都会很好的那种。接下来是孕妇维他命的部分，在台湾跟在澳洲很不一样的是，台湾的医生会给很多卫教啊，或是会要你补充这个那个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的朋友感觉都是会有很多这样的资讯，但是在澳洲的话，医生其实不会告诉你，除非他在每次我们去做产检啊、验血缺少的时候，他才会跟你说可能要添加某种维生素这样子。那我个人也蛮懒的，所以我都是吃综合维他命为主，那再加上医生要我加强的部分。一开始我验出怀孕的时候，我是先看了 GP， 就家庭医生。那时候医生只告诉我说要吃叶酸，
就这样啊。后来我开始看妇产科医生，我就开始吃综合维他命。我医生是跟我说，你就去药局问药剂师说你怀孕了，你要吃什么样的维他命，他就会告诉你。那我去药局，他就跟我推荐这个 Elevit， 应该这个在台湾啊、亚洲啊很多地方，因为这个是拜耳出的孕妇综合维他命，所以应该是全世界都有。那它里面是这样子，我还剩下一点点，这样定状的，一天就吃1颗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款综合维他命应该很多孕妇都有吃过，它里面有19种的维他命，那主要的比如说像叶酸、铁、碘、钙、B 群、镁这些它都有，但缺点就是它的铁的含量比较高，所以我吃了就蛮容易有便秘的。那后来我跟我的妇产科医生反映之后呢，他就说那你可以试试看别的品牌，所以我就开始吃这个 Blackmore。那 Blackmore 跟 Elevit 有点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款的话呢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胶囊状的，黑色胶囊状，但它一天要吃2颗。孕妇维他命又大同小异，但它这里面是有 DHA 的。我现在孕晚期，我就是换成这个有 DHA 的版本。那医生跟我说，因为像 Elevit 是生完之后你哺乳期也是可以用，所以有便秘的情况的话，他让我先用这个 Elevit， 等我生完之后再吃，所以我现在就主要是这2个。那另外我还有额外补充的是维他命 D3， 维他命 D3 是帮助钙吸收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嘛。天然的话，我们是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，但因为现代人都会擦防晒油，所以你要晒到有身体制造出 D3， 或是要靠太阳来摄取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呢？是因为它是液体的。就孕妇每天已经要吞很多各式各样的定状的维他命了，我个人就不是很会吞药，也不是很喜欢吞药，所以我看到有液体的维他命，我觉得超棒的。它里面就有附一个这样子吸的管，那你这样子打开嘛，就把它戳进去，然后就抽。一般人的话是吃1000就是半管，孕妇的话我是1天1管这样子滴下去。直接吃，它是油状的，所以有点橘子油的感觉。第一次吃有点怪怪，但是后面就觉得很 OK，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怡泰的 D3。孕晚期的时候呢，医生要我补充的是铁剂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铁剂。那铁剂有一个小小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买的时候呢，医生告诉我你要买这个 Iron 加 Vitamin C， 因为维他命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，所以如果你只买了铁剂，那你在吃的时候就必须额外再吃一个维他命 C 一起吃，所以我就买了这种是有铁再加维他命 C。那至于要吃多少呢，就咨询你的医生，看你需要补充多少。目前我是每2天吃1颗。OK， 那最后来到最后一项呢，我刚刚前面有讲到，是我想分享我孕妇湿疹的一个治愈的过程。本来是想说这些孕妇小困扰，我想要另外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讲，但因为实在这个我真的太想跟大家分享了，因为当时我是从脖子开始有一些小疹子，然后很痒，我以为是过敏还是什么湿气啊之类的，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严重，是一直蔓延到我整个胸旁边、侧边、整个肚子，全部都是红红的疹子。一开始我的医生看说，哦，这看起来不太像荨麻疹。所以应该不是太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先观察看看，然后我就又过了2周，就是完全没办法睡觉，每2个小时就痒醒的过程。但我跟我的医生反映，他就开了药膏跟一款口服药给我，但是吃了之后完全没有用，就是止痒效果可能就是1个小时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很神奇的是用金银花水，就像这样子，我在亚洲超市买到像这样晒干的金银花。然后把它煮成一锅茶，如果天气比较热，就可以棉布啊，或是洗脸巾浸湿之后，然后敷在那个有疹子的地方。但因为澳洲进入冬天了，所以我觉得太冷了。我用的方式是做浴，就是我煮1大锅，放到浴缸里面加水，然后这样子淋，就是淋浴。那淋了之后，大概10天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，就是那个红红的疹子就开始退掉。那这个中间呢，因为湿疹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湿润嘛，所以我就同时尝试了一些让它保湿的方法。那一般的乳液的话呢，我觉得擦完之后虽然可以保湿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经意的抓它，就会更容易让皮肤受伤。
那后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有妈妈的孕妇湿疹是用屁屁膏，就是 baby 的那个 nappy cream。之后我也问了我的医生，他说哦，那是完全 OK 的。我买了2款这个屁屁膏，先帮小孩试用嘛。第一款是这个 Pseudo Cream， 那它是完全霜状的，主要的成分是氧化锌，在里面是硬的嘛，不会流动，但是你沾了之后就吐开，然后有个淡淡的粉嫩香味。那这个的话主要是隔离的作用，就是如果你怕流汗会让疹子更严重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但对我个人来说，我当时得的时候这里是冬天，所以没有很大的功用。另外一款呢，我觉得最有用的是这个也是 Nappy Rash。那它上面有写，就是其实有湿疹的大人也可以用，它是偏乳膏状的，所以挤出来呢是非常的厚重的，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有维他命 B5， 所以它可以加快你皮肤的修复。那我当时呢，就是每天冲完那个金银花水之后，等它干了，然后就是开始涂上去，厚厚的这样一层，然后它会有点这样子黏黏的感觉，会有我稍微不舒服。可是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除了会修复你的皮肤之外，它也有一种隔离的感觉，然后你的皮肤又可以保持湿润，因为它这样油油润润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让那个疹子的伤口又更严重。因为有时候睡觉你就会不自觉会一直抓它嘛，所以我的孕妇湿疹呢，就是靠屁屁膏跟金银花水连续做了2个礼拜，就几乎是退掉了。那现在就是每2天我在做那个淋浴，都还没有复发。所以如果有妈妈们非常非常困扰，你可以试试看这种比较天然的方法。因为我是自己试过了医生给我的药膏，医生给我的口服药，因为我也不想吃太多药，我怕对宝宝有影响。虽然医生说应该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有天然的方法的话呢，我就会用天然的方法来让自己也舒服，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宝宝的方法。OK， 那今天简单的购物分享就到这边。其实还有很多产品想跟大家分享的，但是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呢，我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实用的小物，然后还有宝宝篇的一些在澳洲买到很可爱的东西，想开箱给大家看。那希望所有怀孕中的妈妈们，还有所有看到这个影片的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保持好心情。如果你们对这个项链啊有兴趣的话，可以，我会放在资讯栏有一个专属链接，有30%的折扣，所以让自己健健康康的，也要保持开心还有美美的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咯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拜托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帮我分享哦。那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